一觉醒来，我发现自己穿成了年代文里的包子大嫂。当牛做马，一直被欺负就算了，现在连新出生女儿的奶粉都要被婆婆抢去给小姑补充营养。我可去你的！这牛马谁爱当谁当，我要当嫩爹。公公不让上桌吃饭，桌掀了，大家都别吃。丈夫懦弱还家暴，抄起菜刀直接发疯。婆婆娇宠小女儿抢吃的，吃了多少全都给我吐出来。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一觉醒来，我发现自己成了年代文里谁都可以欺负的包子大嫂。原身叫苏叶，是隔壁的苏家村嫁到杏花村陈家的。我到来的时候，陈家人正在吃午饭，刚拿起筷子准备吃饭，坐在主位的老陈头就发话了：你一个儿子都生不出的外姓媳妇，以后就别上桌吃饭了。什么？有没有搞错？这桌菜还是我做的呢。叶呢？你就听爸的吧。这是我那个外人眼里懦弱憨厚，实际上家暴成性的便宜丈夫。就是女人生不出儿子，和不下蛋的母鸡有什么区别？还想上桌吃饭？妄想！这是一贯自私刻薄的便宜婆婆罗桂芬。看着这一家人可恶的嘴脸，我直接桌子掀了。原身被你们欺负，我可不会。当姐姐几十年武术百练的，不让我上桌吃饭，那大家就都别想吃了。臭婆娘，你疯了！罗桂芬尖叫道：贱货，你敢掀桌子！陈大冲过来想给我一巴掌，我直接抬腿一踢，飞出3米远，目瞪口呆。连陈家最强壮的陈大都打不过我，其他人也只能无能狂怒了。经过午饭的闹腾，接下来的几天倒是没人敢作妖。很快，我娘家人就来看我和刚出生不到1个月的二丫了。我来的时候，二丫刚出生不到1个月，原身没奶水，我也不懂养孩子，只能用奶粉喂着。只是这年头奶粉贵啊，连罗桂芬的金贵的小女儿福宝都没吃上过2口。苏家人是真心疼这个闺女的，不仅带了1筐子鸡蛋、1包白面饼子、几个苹果，甚至还有1罐子奶粉。这个念头，苹果可是金贵东西，虽然干瘪，也难弄得来呢。妈知道你日子不好过，他们家人怎么舍得二丫头吃奶粉？这几个苹果和鸡蛋，你和大丫好好补补身子，奶粉给二丫。可怜的娃，陈家人真是不当人。下午苏妈回去的时候，正碰上玩耍回家的福宝。这是你公婆那个老来女，宠得什么似的？瞧这吃得白白胖胖，你可要收好你的东西啊，别被那个刻薄的搜刮去了。不得不说，苏妈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我回去就发现房间里放好的东西被顺走了不少，鸡蛋只剩下5、6个，苹果只剩2个了，救命的奶粉也只剩下小半罐。不用说，肯定是罗桂芬偷走的。笑话，敢偷我的东西，我让你连本带利吐出来。罗桂芬从来没想过，一向软弱好欺的大儿媳怎么突然间换了个人似的。不仅敢当众掀桌子殴打丈夫，现在连吃点都敢跟他抢了。或许是晚上陈家人回来给了他底气，第2天就直接对我发难了。苏叶刚生产过，连月子都没坐，身体根本吃不消，很快就病倒了。我是被一阵谩骂吵醒的。个小贱人，咱宝不就吃了你2口奶粉吗？你嫁来我陈家，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更别说你那点不值钱的东西。这是我那个年富力强，却口口声声自己年纪大了，带孩子又忙，从来不干一点家务的祖宗婆婆。4岁的大丫被吓得瑟瑟发抖，却还是鼓起勇气顶了句嘴：奶。
妈今天身体不太好，不好就能不做饭。等会儿爷们回来吃什么？喝西北风吗？我看你不好是假，想装病拿桥威胁我是真。在脑海里回想了一遍这个婆婆的光辉战绩，远到我刚嫁来，明里暗里就把嫁妆吞完了，近到我刚生了孩子不久，月子都没过，就让做这做那，伺候她生活起居不说，还得伺候那个5岁的小姑。一有不顺心，陈家人直接打骂媳妇，满村人都知道陈家媳妇日子不好过。可毕竟是人家家事，外人怎么插手呢？听他骂得心烦，再一想到他干的那些恶心事，我直接起身冲去了厨房。骂得正欢的罗桂芬根本没想到包子一样的儿媳妇敢拿着砍骨刀冲出来，原主苏叶不敢，可是不好意思，现在我是钮祜禄苏叶，我先给了他一巴掌，接着晃了晃手里的刀。这日子真的是过不下去了，我现在就杀了你这个老登，等你好大儿回来再砍死你那儿子，顺便捅了你们那宝贝丫头。我过不下去，你们谁也别想好过。罗桂芬吓了一大跳，一声杀猪般的尖叫响起。这吵架归吵架，谁一不顺心就拿刀的呀，吓得她东躲西藏，连挨打都顾不上了。动静太大，也把襁褓里的婴儿吵醒了，只是孩子身体太弱了，哭声都和猫叫似的，没力气。我故意跟着他后头这儿砍一下，那砍一下，啥都没弄坏，但把罗桂芬吓了个半死。现在的人都住得近，早在他骂街的时候，门外就收了一圈左邻右舍。见到陈家平素一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老实媳妇竟然被逼得动刀子了，都是议论纷纷。这姓罗的平时就知道欺负苏家丫头，也不知道做了什么丧德事，把人家逼得都不想活了。就是啊，苏家这丫头平时说话都轻声细语的，哪敢这样拿刀砍人？肯定是这老娘们儿做了什么丧德事，把人逼得没活路了。我见时候差不多了，刀一放就坐地上哭起来了。我2个苦命的丫头啊，妈也不想啊，都是你奶逼的。呜，一个4岁的丫头要给她5岁的小姑端茶倒水，还没得灶台高，烫着不晓得好多次。你奶还说你笨，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都是妈没用啊。呜，现在还抢我2丫头救命的奶粉，给她5岁白白胖胖的丫头补营养。我2丫饿得面黄肌瘦，眼看着就活不过去了呀。呜，现在我发起高烧，还要被喊做一大家饭，还要去洗衣服。她睡到日晒3竿起床，陪她女儿玩一会儿翻皮筋，就来对我喊打喊杀的。大娘婶婶些，你们给我评评理，5岁的小姑姑抢婴儿的救命粮啊，这是要逼死我们娘仨啊！听我一顿说出，罗桂芬根本无从辩白，更何况我本来就说的实话，不算冤枉了她。听到这里，围观群众议论声更大了。上午我洗衣服的时候还说，陈家大儿媳妇这几天怎么都没来，原来是生病了，这还没出月子呢。不说好好养养，还要去河边洗衣服，这撮魔人都没有这样的呀。就是啊，陈家老大的2丫，我记得还没1个月吧，听说苏家丫头被他们家这样使唤，又累又吃不饱，奶水都没的。怪到前天苏家妈来了，这家人真的不干人事啊，这样欺负别人姑娘，以后谁家敢嫁给他家呀？也不是这么说吧，她既然嫁到陈家，伺候陈家老小，不是应该的吗？咋能对夫家喊打喊杀的呢？正是午饭时分，闹了一通，陈家3儿子也下工回来了，老陈头还在地里，看到家门口挤满了人，陈大率先冲了过来，娘你怎么在地上？说着就要去扶起罗桂芬。罗桂芬看到自己的依仗回来了，
立马双手拍着大腿，开始哭天抹地：“他爹呀，你这还好好的呢，儿子就由着媳妇欺负娘了呀！”陈大平时最孝顺，看他娘那样，急得脸都红了，又扶不起来，转头想一巴掌摔到我脸上。我早在察觉他们回来就捡起来道：“来呀，你打我呀！我告诉你陈大，今天你这巴掌要是落到我脸上，咱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谁都别想好过。”你另外几人也正好关门进来了，看到我拿着刀，一脸狠厉的样子，都有些发怵，生怕一个不小心伤着了。还是陈二鼓起勇气：“大嫂，咱都是一家人，闹这样，外人看着也不好看。呵，你们一家子躺袁申身上吸血的时候就好看了。”见我不答话，陈大哼了一声坐下。我看你是疯了，这是情绪冷静下来了。笑话，我不把你们搅得鸡犬不宁，就对不起袁申之前过得那么惨。我疯了，我早就疯了。陈大，你个烂账黑心子，你心疼你妈，你喊我伺候，你女儿都要饿死了，你还要哄着你那个妈你那个妹，满村看看，像她那样不到50的哪个过得那么好？你兄弟孝顺，现在带着你老娘从我房间滚出去，不然我见一个砍一个，看看你骨头硬还是我刀硬。三兄弟话都不敢多说一句，平时一直闷葫芦一样的大嫂，今天这是怎么了？见我又扬了扬手里锃亮的砍骨刀，几人赶紧搀扶着还想嚎哭的罗桂芬离开了房间。这样下去肯定不行。说来陈家也算是村里数一数二富足的家庭，老陈头勤快，罗桂芬没生福宝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这样好吃懒做的。家里4个儿子，陈家老四在外地，每个月往家里寄钱，另外3个儿子都可以下地做活。袁申这么凄惨，大部分因为陈家人不把他当人的缘故。在大丫头出生之前，其实苏叶还怀过一个，只是那个孩子来得不巧，那段时间老陈刚好出事，家里一时没有多余的钱财。罗桂芬在老陈死后才发现自己竟然又怀孕了，老来得子，可是如珠如宝，因此纵然生下是个姑娘，也没有多失望。说回那时候，家里银钱不够，供养不了2个孕妇，于是有一天，身强力壮的苏叶踩到房门外的香蕉皮，摔倒了，孩子也没了。闹自然也是闹过的，而陈家人似乎也猜到了什么，在陈大狠打了袁申一顿后，根本也就没闹起来。可惜苏家人隔得远，连风声都还没听到，事情就悄无声息地过去了，一点水花都没有。要改变目前的处境，就得真正意义上离开这家人，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别看今天左邻右舍都是帮着说话的，到他真正提出来想离婚的时候，就都会劝他再考虑考虑了。这些都是下一步计划，当务之急还是得先吃饱饭。袁申是一点奶水都没有，要养孩子只能喂点米糊糊，就这还被罗桂芬阴阳怪气，要不是你自己没奶水，至于用米糊糊喂孩子吗？不行了，不能想了，再想又想出去揍那女人一顿了。大丫，你是想出去和奶奶他们吃饭，还是想跟着妈吃面饼子？外屋食物的香气飘进来，比手里没盐没味的白面饼子香多了。4岁的大丫异常坚定，妈，我跟着你。虽然这一顿饭不够美味，但是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会让大丫二丫过好日子。似乎察觉到我的想法，身体里一股挥之不去的执念也消散了。这几天陈家还算风平浪静，我不煮饭了，陈家人自然还是舍不得让罗桂芬煮饭。你们娘操劳了大半辈子，如今还要带福宝，老三，你就每天提前些回家做饭吧。
老陈头拍板，于是陈三做饭的任务也初步定下。当然，他们不可能给我留饭，什么事都不干，连个男娃都生不出来，还金贵呢？不干活，别想吃饭。笑话，我能饿着自己，翻出原身全部的家当，虽然只有30多块钱，也够我们娘俩过2、3个月了。在同村邻居刘婶那里交了1个月伙食费10块钱，一天过去吃午餐和晚餐。刘婶家只有2人在家，清静，正适合养身体，加上大丫勤快，梁老也喜欢大丫。刘婶家2人在村里辈分很大，都是德高望重那种，陈家人也不敢上门来找麻烦。1个月后，我也算是正式出月子了，身体亏空也调养了回来，该回去办事儿了。哟，黑了心的烂货，终于舍得回来了。我眼神一凛，将好不容易养得有点肉的二丫放回房间。臭泥鳅沾海水，你还真把自己当海鲜了？把你那张喷粪的嘴闭上！惹毛我大刀子一甩，你和你那福宝一个别想活！看我狠厉的样子，想起那天家里的热闹，罗桂芬总算是将嘴闭上了。快到正午时分的时候，陈三总算是回来了。看着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娘，我也要挣工分娶媳妇啊！这天天回家做饭，耽误功夫，猴年马月才能娶到媳妇啊！罗桂芬嘴角一撇，没良心的狗崽子，给你老娘妹妹做饭，委屈你了是吧？老娘拉扯你这么大，你就是这样孝顺我的。陈三平日里被2个兄长耳提面命，现在爹没了，要孝顺老娘，现在听老娘这样说，也耷拉神色不作声了。娘现在心里眼里只有妹妹，几个哥哥全部都要靠边站。他们的午饭很快做好，不过陈三1个半大小伙被逼着做饭，用脚趾头想也知道味道肯定一般般。没看福宝那小姑娘吃了2口就不愿意吃了吗？我看他们用完了，厨房也准备做饭，带着大丫给我打下手，却被罗桂芬一把拉住。你干什么？这是我们陈家的厨房，东西都是我们陈家的，你凭什么用？这老家伙是真烦人啊！陈家的，我嫁过来上班挣的钱被狗吃了，我大丫二丫都要饿死了，你克扣着自己吃就算了，还不准挣钱的吃，再多逼逼，打烂你脸！我做事扬了扬手，罗桂芬吓得不由得松开手，不敢作声了。欺软怕硬，苏叶是有正经工作的，纺织厂正式员工，1个月工资18块，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来。可惜在生大丫的时候，1岁的福宝要喝牛奶补营养，工作被陈家人卖了换钱。在陈大看来，苏叶嫁给了他，那苏叶的一切都是他的，工作自然也是，也不是没有抗争过，奈何每次都是以被打一顿结束。后来原身便再也不敢抗争了，回了陈家，还是得找个正经营生才是。纺织厂倒是个不错的工作，虽然正式工别想了，好歹有临时工的名额，只是我没想到惊喜来得如此突然。自从我来了，陈大就再没回过房间睡一次。血气方刚的小伙憋不住是肯定的，只是我没想到这人胆子这么大，竟然这么快就摸上了村里的人。他男人姓孙，离家多年，音信全无，这下家里断了生计，还带着1个儿子，只能寻求同村人的帮助。这一来二去的，就搭上了陈大。陈大年轻力壮，钱春仙年轻貌美，2人很快勾搭到一起，却没想到钱春仙男人竟然在这天回来了，还好巧不巧看到陈大从钱春仙房里出来，而他本应该寡居多年的老婆面色红润，眉目含情。我赶回去的时候都快忍不住笑出声来。平日里冷清的钱春仙门前，今天倒是围了不少人，
大多是老弱妇孺，年轻的要下地，哪有功夫理这热闹？村长和有名望的前辈都赶来了，苏家人竟然也都在。也是，今天这事势必不能善了，苏家人肯定得在场的。我是做了什么孽呀？男人干出这种事，我真是没脸见人了，这日子没法过了呀。老陈头一愣，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冷笑一声，你儿子都摸到人家里去，被人男人捉奸了，再和这样脏东西过下去，我还不如去跳河死了干净。听到骂他儿子，罗桂芬不干了，离就离，个泼妇谁稀罕似的？我看以后谁还敢要你？老陈头也赞同，这儿媳妇现在太泼辣了，降不住。好了，你们的家务事回家再说，现在先解决孙家和陈家的事。韦大队长最烦处理这些脏事，陈家必须赔钱，否则我就去局子里告你强奸有妇之妇。那姓孙的很是硬气，一听要进局子，陈家人立马就慌了。赔钱的是一口应下，眼看着事情都要解决，钱春仙却没忍住，干呕了一声：“别是怀上了吧？”有人猜测，结果就是这么不凑巧，还真怀上了。这闹出人命了，事情可就不是那么好了结的了。最后，陈家老大赔了一大笔钱，接回了钱春仙和他肚子里的孩子。至于离婚的事，韦队长也没有多言，只说让我考虑清楚。我想清楚了，队长，他们陈家平时不把我当人就算了，可我得为我2个孩子想，他们有这样一个爹，将来长大也是会被人戳脊梁骨的。韦书记点点头，新时代女性离婚也可以过得很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告诉我。苏家人也怕迟则生变，第2天一家人就都过来了。我们小姑当年带过来的嫁妆呢，一样都不能少，必须全部找出来。苏家二嫂人很爽利，以前苏叶没嫁人时和这个二嫂关系也很好。苏叶嫁过来这么多年，吃陈家的用陈家的，那点子嫁妆都不够抵，没让你们补就算好的了。罗桂芬趾高气扬，脸皮厚就是好。昨天刚经历那么丢人的事，今天就满血复活了，心理素质不可谓不强啊。没听过哪家结婚几年给婆家当牛做马还得付钱，哪家茅坑没看牢，让你这黑心肝的跑出来了。你这么说，那你来我们苏家几年，我们肯定不收你的钱。苏家可不惯着罗桂芬，苏家大儿媳妇口齿伶俐，当即把罗桂芬对得哑口无言。后面的分割很顺利结束了，只在大丫二丫跟着谁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苏妈将我拉到房间里，妈，您别劝我，我自己的女儿肯定得跟着我。再说大丫二丫要是留在陈家，不定给他们养死。在陈家人眼里，只有他们的小女儿福宝才是宝，其他女孩子都是草。我2个丫头在这里，我能不揪心？没想到苏妈摸着我的头，笑着说：“傻丫头，妈知道的，哪个孩子不是当妈的命根子？何况大丫二丫这么小，放在陈家，我们一家人都不放心。妈来之前就和你哥哥嫂子们商量好了，大丫二丫到时候可以在我们苏家养着，你安心过自己的生活。妈带你进来就是要让陈家人着急，自己放弃大丫二丫的抚养权。”我看着微笑的苏妈，第一次真心实意感动。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纵然苏家有些积蓄，多养2个孩子也不是一件易事。等我们出去，果然陈家人开始着急了。大丫二丫也是你苏家的种，我们老陈家不要。我看你带着2个晦气的丫头片子，以后还有谁敢要你？大丫已经能感受到大人的恶意了，听着这样的话，眼睛还是有些红。
我让苏妈带着2个孩子先避开，后面的事情最好不要让他们亲眼看见了。我带走他们也可以，不过陈家必须写一份断绝关系的文书，以后他俩过的是好是坏，都和你陈家没有任何关系。陈家人对视一眼，冷笑道：“丫头片子而已，能有什么大造化？你以为人人都像我们福宝那么有福气吗？”临走前，罗桂芬看到我手里的提篮，急眼了：“你这小贱妇，别想带走我陈家的东西！”说着就要上来抢，我直接一个巴掌，趁没反应过来，又接了2个巴掌。陈家人可能真的不太聪明，眼看着他们亲爱的娘挨打，没一个人反应过来，不会说话就闭嘴，不然我不介意多教你说说话。我轻轻掀开遮着篮子的布，看清楚了，这可是我苏家的东西，是我妈送来给我补身子，篮子上还写着我爸的名字呢。你以前吃了我家多少东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这筐子鸡蛋和奶粉，我看谁敢上来抢！目之所及，陈家人一个个鸦雀无声。我没有带着大丫二丫回苏家村，而是直接在镇上租了间屋子。苏妈放心不下，来带了2个孩子一段时间。我是第一次听说5岁的姑姑养得那样好，还差点把自己孙女饿死的人家。苏妈感叹，我讽刺道：“罗桂芬或许是真疼她那女儿，老陈头可不一定。福宝生得好，刚出生的时候正好家里的牛顺利生了2头小牛，帮陈家度过了一次难关，这些年就一直顺风顺水。他们呀，就认为福宝天生带福，有大造化，对他好就能保佑他们家呢。”苏妈简直惊呆了。就因为这个无稽之谈，我点点头。苏妈感叹，这家人也读过书，竟然还相信这种说法，真是。厂里的工作很顺利，不到半年功夫，我就正式成为生产线上的纺织工了。要进入工会可不容易，首先学历就是一个大门槛。苏叶只读过小学，进工会至少得初中学历。这着实是难倒了我一段时间，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叶子啊，这么晚了还不睡，明天还上班呢。苏妈披过一件衣服，在写什么呢？我想给厂里投点稿件，这样虽然我没有小学学历，但是如果文章能被领导看上，让进去做个干事也是有可能的。我的计划并没有瞒着苏妈，那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先带大丫二丫去睡了。过了几天，我就在厂报上看到了我的文章，而且还有好几篇，但是署名并不是我，而是一个叫周彤的人。没过几天，就听说周彤进了工会，成了干事。很明显，这是有人窃取了我的劳动成果。没想到生产组的组长直接私底下找到我。你一个小学都没读完的半文盲，还指望进工会呢？那可是初中生才有资格进去的。用你文章是看得起你，好好的，最好别给人知道了，否则我让你在这厂里待不下去。我没有和他多说，我直接带上资料，找到了之前见过的工会讲干事，竟然有这样的事。咱们工人阶级绝对不能出这样的败类。蒋干事很给力，不到1天时间，厂里就出了通知，严查这种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最后查出来的结果很是出人意料，周彤是生产组组长的小姨子。事情查清后，工会的吴主任主动找到我：“小苏同志啊，你的文章我也看过了，写得确实好，我也很欣赏你这种敢于抗争的性格。很适合我们工会，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过来呢？”这简直是意外之喜啊！我毫不犹豫答应了。工会成员关系很简单，3个干事，2个主任，1个主席，管理着厂里工人各种福利，包括工资、各种活动奖品等。
可想而知有多吃香。考虑到一直租房住也不是办法，于是我向主任建议，可以修建员工住房了。这年头，房子可是大事，工会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如果办成了，那将是整个工厂的福利，工会的地位也将大大提升。在主席的一力促成下，建员工房的通知很快下发。这2年我上班的工资不低，再加上向苏家人借点，还有厂里借了一些，很快凑齐了买房的钱。交完钱预定好，我终于在这个陌生的年代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东西。为了庆祝，我买了好些肉和菜，提回苏家和大家一起松快松快。苏家4个儿子，苏小弟在我离婚那年才10来岁，现在5年过去了，也成了纺织厂的正式员工，是库房管理组。这个职位可是相当吃香的，厂里的一些织坏了的瑕疵布低价出售，可以优先购买。苏家这些年就没缺过布，就连已经改名为陈向暖的大丫也有条布拉吉裙子了，二丫也改成了陈曼歌。希望2个女儿这辈子都无忧无虑，财源滚滚。2个丫头这些年懂事又听话，向暖总是照顾妹妹，很是贴心。饭后，苏家一家人坐在一起聊着八卦，陈家那一家子日子是越发不好过了。那钱金仙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陈大的，你猜都猜不着，是老陈头的。什么？竟然还有这样的事？这是几个月前的事了。这钱金仙也是不长记性，老毛病犯了，竟然在家里偷人。陈大和罗桂芬回来当场撞见。罗桂芬那大嗓子吼得全村人都来看热闹了，结果没想到门一开，老陈头从里面出来，这下才是好看。现在那一家人每天日子鸡飞狗跳的，还好小妹早离开了，不然他们家现在是没人敢沾惹，太脏了。从嫂子们那里我也知道了陈家人现在的境况。陈大每天酗酒不着家，陈二前2年娶到周跛脚家的女儿，要了200块的彩礼，陈家人几乎掏干净家底才凑出来。陈三早跑出了家门，音信全无。当年那个养得千娇万贵小女儿福宝，似乎也再没给陈家带来什么不得了的福运。时间久了，也就被陈家人逐渐放弃了。只有罗桂芬还一如既往宠着，一直相信福宝一定能攀上不得了的高枝。得知这一家人过得不好，我也就安心了，将重心逐渐放在工作和养孩子上。向暖如今也快10岁了，正是上小学的年纪。当初陈家人听说了向暖念书的事，不知是从哪里打听到的消息，在陈二娶妻那年还来找过我，想从我这借点钱。大丫一个丫头，念书有什么用？书读多了，人家还不要呢。这钱给我家老二娶媳妇才是正事。我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看着面前喋喋不休的罗桂芬，你真是好大的脸！2个孩子这么多年，你陈家管过吗？居然有脸问我要钱给你家人娶媳妇，你怎么不让陈老二跟着我姓苏啊？眼看着我又要原地发疯，心有余悸的陈大赶紧把桂芬拉走。这件事倒是提醒了我，让向暖和曼哥一直姓陈，我自己都不乐意。不过现在还不是改姓的最好时机。向暖非常珍惜读书的机会，在读书上特别肯下功夫。平时在家闲着的时候，就对着书仔仔细细习字，偶尔也会教一教才5岁的小曼哥。还是向暖读书的事，让我想起来另一件足以改变整个苏家境况的大事。过不了2年，就该恢复高考了。这一批考上的大学生，说是直接跨越了基层也不为过。正好工会有一个去夜校学习的名额，只要顺利毕业，
就能直接参加高考。吴主任对我申请夜校学习表示十分震惊。你现在是工会主席的秘书了，已经是很多女性做不到的程度了，还有必要这样拼命学习吗？我笑笑，主任，我以前是被家庭耽误了，但是好在我们党和组织的帮助下，意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我也要向周同志学习，努力读书。听到我如此激情的言论，吴主任不禁站起身来，拍拍我的肩膀，表示赞许。我们工人阶级就该多一些像苏同志这样有觉悟人才。这样，你只管回去打申请，我一定会替你争取这个名额的。有了吴主任的大力支持，加上我平时的表现加分，夜校的学习名额顺理成章给了我。现在学习的东西重点还是在思想上，但是我从再次回到纺织厂就是立的高思想觉悟人设，并且我离婚的行为在村民们看来离经叛道，在众多思想进步的女性眼里却是敢于抗争的先进行为。进夜校学习的第一天，我就尽量争取成为了班长。班上学生那么多，不冒头一些，老师怎么可能记得住呢？6个月后，我以优秀学生的身份通过了夜校提前批结业考试，如今只差一阵风送我上青云。再过了不到2个月后，开放高考的风也吹到了小纺织厂，有人为之欢腾，有人为之扼腕。还好当初跟着叶姐参加了提前结业考试，这次可以直接参加高考了。早知道我也提前结业了，错过了这次高考，还不知道明年有没有呢。是啊，这一批大学生肯定好吃香的嘞。无论后悔还是庆幸，高考还是如约而至。苏叶，苏叶，是苏叶家吗？一大早就有人在家属院外呼喊：“哎，是苏叶家，就在进去右手边，门口有个炉子那家。今天厂里休假，正好碰上送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邮差。这个年代的大学生那是相当值钱，基本都能直接包毕业分配，分配到的工作还都是非常有前途的。这哪是薄薄的录取通知书啊！分明是通往康庄大道的车票。焦虑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心情和尘埃落定后等待开学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开学之前还有很多事情得处理。我离婚那会儿，只将最重要的户口转出了杏花村，还有一些组织关系还没转接，因此开学之前还得回去一趟。正好把之前那件事处理好，从此不要和陈家沾染上一点关系。杏花村还是原来那位韦队长。苏叶，听说你考上大学生了，以后可是前途无量啊。不错，总算是没在陈家那个泥潭子里陷进去。事情处理一半，正好遇到罗桂芬哭天抹地跑进来：“大队长，村东头那块地可一直都是我们陈家的呀，现在他们说要拿回去就拿回去，没天理呀！”韦队长也对这家人无比不耐烦，都是公家的地，哪有什么你的我的？那块地分给了人家，那就该人家种，别人没追究你们家这么多年占了人家的地，你还豪上了，快点回去，丢人现眼。罗桂芬这才看到我。苏叶，你怎么？说着眼珠一转，原来是这样，你们肯定有不正当关系，不然当初怎么离婚离得那么干脆？肯定是这样。哼，我就知道，就凭你苏叶还和我儿子离婚，你们呀，最好赶紧把地给我，再给我们陈家人做那个出去找山货的队长，否则我就把你们的丑事说出去。我斜睨了这面目可憎的妇人一眼，转身就是一个响亮的巴掌。几年不见嘴，还是这么不干净，再乱推推，把你牙都给你打掉。韦队长听着他那胡言乱语的话，简直快气笑了。
也就没拦着我揍罗桂芬了，多少有些故意的成分在吧？你要出去乱说，我也不拦你。只是苏叶现在可是大学生了，你家……呵呵。韦队长这声冷笑，讽刺意味直接拉满。罗桂芬瞪大浑浊的双眼：什么？苏叶是大学生？你诓我呢吧？韦队长懒得和这样的人计较，直接将人赶了出去。看着手上2个女儿的新名字：苏向暖、苏曼歌。此后人生一路向暖，无忧无虑，就是我对他们最大的期盼了。回程的路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陈福宝大名陈允晴，不仅一路顺风顺水，念到了研究生，最后还因为救了一位大人物的儿子，从此带着整个陈家鸡犬升天。老陈头和罗桂芬2个亲父母自然不用说，晚年生活养尊处优，滋润无比，不仅有孝顺儿孙承欢膝下，还有专人照顾生活起居。陈大作为一直无限度宠爱陈允晴的大哥，最后不仅休了人老珠黄的苏叶，还因为陈允晴的牵桥搭线娶了团长家的千金，走上人生巅峰。而向暖和曼歌2个前妻生的孩子，一个小时候就夭折了，一个和在陈家人的逼迫下，成了从小到大伺候陈允晴的丫鬟，养成了阴郁冷漠的性子，一直背地里针对陈允晴。终于在一次让陈允晴吃了大亏后，被忍无可忍的大人物儿子丢去了红灯区，染上脏病，下场凄惨。梦醒，我捏紧了手中崭新的身份证明，就像攥紧了2个孩子崭新的一生。没关系，2个孩子的劫都已经平安度过了，往事暗沉不可追，前路漫漫且灿灿。这一世，向暖和曼歌亦能走向自己的美满人生。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婆婆不许我女儿上桌吃饭，女娃子吃什么吃？长大了也是去别人家浪费钱。我怒了，反手掀了饭桌，饭是我做的，不让我女儿吃，那就都别吃了。婆婆立马躺地撒泼，却被我一把拽起扔了出去。你也是女人，也不配。今天你要是不教训这婆娘一顿，就别认我这个娘。老公转身抱住我大哭，媳妇啊，我没娘了怎么办？你可不能抛弃我呀！笑死！我老公可是恋爱脑晚期，我婆婆十分重男轻女。当初我生下女儿后，她一眼都没看，提着来时的一篮子鸡蛋就走了，生个赔钱货，吃什么吃？还矫情的选剖腹产。这下好了，2年以后才能要孙子。我当即不乐意，拖着疼痛难耐的身子下床，捡起地上的鞋就朝他扔去。你给我滚！我的闺女还轮不到你来说。还有什么2胎？我这辈子就要一个孩子，我可不想和你一样偏心。婆婆被我这举动打懵了，挣扎就要来反打我，却被我爸妈和老公给摁住了。在知道来龙去脉后，我爸妈坚定地站在我身后，并警告他：你不要女孩，我们要，以后这孩子就跟我陆家姓。婆婆毫不在意，一个丫头片子而已，姓什么无所谓。老公也没再惯着她，直接把她送回了乡下，由她大儿子赡养。我老公徐胜只出一些生活费，婆婆见哭闹没用，再加上老大家生了孙子，后来也没再登我家的门，我刚好落个清净。而我老公更是心安理得的当了上门女婿，住进了我爸妈买的房子。没成想，在女儿6岁这年，老公他哥车祸去世了，而大嫂早在3年前和他离婚。婆婆和侄子徐腾只能进城和我们住，老公没办法，就和我商量，让婆婆到家先住1个月，他会抓紧找房子，并且再三保证一定会站在我和女儿这边。我无奈地答应了，
毕竟我老公也是他儿子。没想到他来的第一天就开始作妖了。婆婆牵着她的金孙，一进门就开始大声嚷嚷：“老二啊，你得给我孙子安排个好房间。这坐了一天的火车，可把我乖孙累坏了。他还对我趾高气扬，老两家的赶紧去做饭，多做点好的。他都好几天没吃肉了。”我这拳头一下子就硬了，但老公在后面给我使着眼色，我还是忍了一下。行，您等会儿，晚饭很快就好，先把行李放下吧。领着他们去准备好的客房，却不想侄子不乐意了，大声嚷嚷：“这是什么破屋子呀？又小还没电脑！奶奶，我要住那一间。”我顺着他的方向看去，发现是我女儿的房间。这孩子还真敢要，什么意思？安排个小破房间给我孙子？老两家的你懂不懂规矩？赶紧的，把你那丫头片子的屋给我孙子。一个赔钱货住那么好干什么？婆婆一口一个赔钱货，让我的怒火蹭一下起来。又庆幸瑶瑶去学校不在家，不然这话得让她多伤心。我直接拉下脸，爱住不住。告诉你，这房子是我爸妈买的，你们住哪儿只能听我的，不愿住就滚出去住酒店。老公也冷着脸，把行李重重的一摔。妈，来之前我就跟您说过了，钱和房子都是琳琳在管，您要是再多事儿，儿子我没钱也没关系，供小腾上好学校。老公的话成功的让婆婆泄了气，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又转头溺爱地哄孙子：“乖孙啊，你先忍忍，咱不和那些眼皮子浅的女人一般见识。你是咱家唯一的孙子，这些东西以后都是你的。”我不愿再听下去了，直接去了厨房，拿起菜刀就咣咣剁肉。真的，我不开玩笑，要是2个星期内老公不把这2人送走，我就亲自送。终于熬到晚上，闺女放学了，看着她天使一般的面孔，我被徐腾那副嚣张面孔污染的双眼都明亮了几分。果然，女孩子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生物。我接过她的书包，在她软软的小脸上亲了一口：“宝贝儿，上学辛苦了，快洗手吃饭，妈妈给你做了最爱的酱排骨。”她甜甜地笑了笑，随即指着婆婆聪明地问：“妈妈，他们是不是奶奶和弟弟？”我肯定地点了头。她一下子变得很兴奋，从口袋里面拿出2块糖，径直跑到婆婆面前：“奶奶好，我叫陆瑶，欢迎你来到我们家。”她又面对徐腾：“你就是弟弟吧？给，这是我们今天发的糖，很好吃的，你尝尝。”女儿被我和她爸教得很好，不仅懂礼貌，还十分善良。什么破糖，我才不要呢！女儿手刚伸出去，就被徐腾一巴掌打开，2颗糖也滚到了地上。见状，我立马把她拉到身后，确认没事后，满脸愠色地教育徐腾这个孩子：“你这样是不是太没礼貌了？瑶瑶好心给你糖，不想接受就算了，怎么可以把扔到地上？你必须给瑶瑶道歉。”婆婆立马不愿意了，推了我一把：“陆林，你不要太过分了，就1块糖吗？至于对我孙子这么凶吗？万一吓着他了怎么办？”见我没吱声，她又把矛头转向我女儿：“你也是，就送弟弟2块糖，也好意思拿出手？”女儿闻言抽噎着反驳：“不是的，那是我听写得了满分，老师奖励我的。这糖真的很特别。”气氛一下子变得剑张弩张。突然老公出现了，他捧着一盒子的糖，温柔地递给女儿：“宝贝儿，爸爸跟你说，你做的一点都没有错。这世界上有些人就是容易忘恩负义，像那个白眼狼一样。面对这种人，只要我们没错，咱们就不用理他。”老公也被婆婆的无理取闹气的后槽牙都咬碎了。他自己受点委屈不要紧，
但他女儿可不能委屈，毕竟我老公可是个实打实的女儿奴，平常比我这个当妈妈的还会照顾孩子。看着老公的态度，我的情绪才缓和了一点儿。幸好婆婆生了个懂事里的儿子，哦不，应该说感谢她从小把我老公寄养在别人家，没学到他这裹小脑的思想。说他裹小脑都算轻，他是连小肠大肠都裹的人，不然讲不出接下来的话。晚饭时，我让女儿坐我身旁，我夹给她一个鸡腿。对面的徐腾一下子就闹开了，奶奶，她竟然抢我鸡腿，你快教训这个臭丫头！我皱了皱眉，鸡腿是早就商量的，一人一只，这熊孩子怎么还出尔反尔？什么抢你的鸡腿？这盘子里就2只腿，你和瑶瑶一人一只很公平。没想到我话音未落，婆婆就开始大叫了起来，吃吃吃！你个女娃子吃那么多干什么？婆婆直接打掉了女儿家的肉，激情开麦。还有，你个女娃娃怎么能上桌呢？老两家的，你还不带着她去厨房吃？女儿一下子就不敢动了，她挺直了身子，不知所措地看着我，眼睛满是迷茫。从她懂事起，我们一家人就很注意她的礼仪教育，从不大声喧哗，出门也谦让有礼。即使遇到火大的事，我们也会尽量以理服人，以身作则教育她。现在婆婆成了她遇见的第一个没素质的人。奶奶，我为什么不能上桌吃饭呀？以前瑶瑶都在这吃饭。女儿虽然被吼得一脸委屈，但还是记得我的话，无论对错，都要争个真相。做人一世不能糊涂过日子，那是以前。现在你弟弟来了，老徐家唯一的孙子，你个丫头片子不得往边靠！婆婆一边往徐腾碗里夹肉，一边得意洋洋地瞪我，但我并没有理她，而是轻轻拉过女儿，直视着她的眼睛，微微一笑：“宝贝，还记得妈妈以前告诉你的吗？有些老人孩子，他们不配被尊老爱幼，坏人会变老，小孩子也会撒谎，所以我们要会随机应变，被狗咬了也要打回去。”女儿似懂非懂：“妈妈，我懂你的意思了，奶奶让我不开心，那我就不和她玩了。”女儿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但转念一想，小孩子纯洁的世界里，不和别人一起玩，应该就是他们最大的恶意了。我既希望女儿谦卑有礼，又害怕她太过束缚，在面对别人的恶意时不懂得反击，所以我只能一点一点的教育，让她树立一个正确的三观。妈妈，宝贝，你说的对极了。老公刚端菜出来，正好目睹了这一切，他狠狠地瞪了婆婆一眼，又将鱼汤重重地放在大快朵颐的徐腾的面前，溅出的汤汁落在他胳膊上，吓得他直接一蹦3尺高。婆婆见状吓坏了，心甘心甘地叫个不停。老公则冷笑：“饭端到你嘴边了都不会吃，怎么好意思抢我女儿的鸡腿？看你现在满嘴流油的样子，我都能想象你20年后脑满肠肥的模样。就这个玩意，妈你也好意思说她比我闺女金贵？明天我就带您去眼科看看病。”婆婆直接被我老公的态度镇住了。她做梦也想不到，自认为好欺负的小儿子，其实是个心黑的狐狸。当年恋爱时演了一手好戏，白天戴着金丝眼镜装乖学弟，晚上秒切腹黑，给白天向我搭讪男人们一直发阴阳话：“哥哥，姐姐的腿好看吗？我的更好看，要不你看看我的。”随即他甩出一张腿毛照，他还总私发健身照片给我，那腰那腿，我一个牡丹能放过他吗？婆婆暴跳如雷：“你个杀千刀的玩意，老徐家的命根子你都敢骂？当年你一出生就该把你溺死，不活了呀！我的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
现在还为了丫头片子和侄子动手。你到乡下问问，谁家这么宠丫头的？那要被戳几两骨的。老公梗着脖，我不宠自己的亲闺女，还能宠谁？您就算打死我，我也不会让外人欺负我老婆孩子。婆婆捶打着我老公，一大堆不要钱的污言秽语从她嘴里道出。徐腾也跟着婆婆上演18-5行，上前对我老公又打又咬。徐胜，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打死你，打死你个不孝子！老公护着女儿没还手，我则是震惊了。老公熟练地躲着婆婆的暴打，仿佛这场景已经上演了无数次。我突然想起结婚前听他简述过，他妈从小偏心他大哥，连名字也是取得徐胜。和我结婚以后，才决定改成徐胜。那时不以为然，觉得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不会差到哪里去。现在亲身经历了，才感同身受他以前过的苦日子。回过神来，我赶紧护住了老公，迅速拽起徐腾的领子，把他扔到一边。婆婆立马停手，赶紧去看孙子。我趁机让老公回屋，你先抱着瑶瑶回屋吧，这边交给我，别怕。我安慰地拍了拍他肩膀，女儿也心疼地亲了亲他，挣扎着要下去。爸爸，别怕，瑶瑶在，瑶瑶替你打坏人。老公瞬间红了眼眶，看向我的眼底有泪珠打转。等父女俩进屋后，我转身去了厨房，提着砍瓜的刀出来，怒冲冲地到婆婆面前，直接贴着两人的脸，把刀往地上一立，两人的魂都要吓飞了。熊孩子被吓得一哆嗦，立马拽着我婆婆嚎啕大哭起来：“奶奶，救命啊！这个恶婆娘要杀人了！”婆婆也气得直打颤，坐在地上，手颤巍巍指着我，眼睛瞪得溜圆：“你个没家教的贱蹄子，教唆的我儿子不孝就算了，现在还要害我徐家的命根子！哎呦喂！我个老婆子被儿媳妇逼得没活路了，这还有天理吗？”我笑了，把刀一扔：“老太婆，我忍你很久了，要死要活的，在这演给谁看呢？你要真想死，来这把刀上一抹，马上满足你，还重男轻女，女人不能上桌，醒醒吧，时代早变了。”说完这些话，我还觉得不过瘾，直接掀了我家饭桌，饭菜热汤摔了一地，有的甚至溅到婆婆身上，烫得她高声尖叫：“既然你不让我女儿上桌吃饭，那就都别吃了，咱们就都在地上坐着吃。不过您的金孙宝贵，我们不配和她一起，你们就去厕所地上趴着吃，豪华单间，极致的体验啊！你个没家教的贱人，今天我就代替你爸妈教育你。”婆婆见孙子没事，直接朝我扑过来，试图抓我头发扇我，却被我钳住，反手给她一巴掌，下一秒被我一脚踹开，滚出去1米远。婆婆不可置信地躺在地上，捂着脸，像看鬼一样盯着我。熊孩子也瞬间止哭，开玩笑，我可是会散打的，从小我爸就怕我受人欺负，6岁送我去学了跆拳道，后来我又自己报了散打，现在根本不怕走夜路。不好意思呀，我散打中级3段，下手可能重了点，没办法，我太优秀。我爸怕我受欺负，就从小让我学功夫，说谁要敢欺负我，就反击回去。家里是我的后盾，所以妈，请您多担待。我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拳头却握得嘎吱响。婆婆傻了，不敢再吱声。有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经过这时候，婆婆老实了，不仅主动帮我做家务，平时对我女儿也不再阴阳怪气，努力演好奶奶的形象，就连熊孩子也收敛了许多。老公对此都感到诧异，小声问我：“老婆，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么多年我都没见我妈低过头。”我微微一笑：“就
不小心漏了2招。老公了然，竖起大拇指夸我：老婆厉害。对了，老婆，房子我已经找好了，2周后就让我妈搬过去。行。看着老公松了一口气的模样，我却有些不安。婆婆她变得太快了，特别是对我女儿，好得让我心慌。我不认为一个思想禁锢了几十年的人能这么快转变，这背后会不会另有谋算？还没等我想出对策，婆婆就先按捺不住了。她竟把一个年轻姑娘领回了家。更让我惊异的，老公竟然也认识她。女孩笑盈盈的，竟直直地朝我老公扑过来。表哥，好久不见，这位是嫂子吧？看着真有气质。老公愣了一瞬，不动声色地躲开了她，疑惑地开口：你是兰蒂妹妹，你怎么来了？我记得咱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在高中。对，都7、8年没见了。要不是表姑说你家缺个保姆，我也没本事进城。我静静地听他们交流，才明白来的是老公的表妹张兰蒂。听说和老公离婚了，婆婆同情她，就让她来我家做保姆，混口饭吃。我的脸色渐渐变得难看。家里本来是有保姆的，因为这段时间婆婆要来，怕人多起冲突，才给阿姨放了一个长假。没想到婆婆打了这个算盘。小林啊，昨天我打电话把原来的保姆辞了，刚好让你表姐来照顾2个孩子，这样你就能在家歇歇，让盛儿去上班了。毕竟哪有女人上班，男人在家的道理。婆婆笑眯眯的，也没等我吱声，自己就拿了主意，完全无视我阴沉的能滴出水的脸色。当初我和老公商量好了，怀孕那2年我待业在家，他上班，等我哺乳期结束了，就主要他在家带孩子直到上学。老公对此也很支持，他明白我是个女强人，处处要强，肯定不愿意在家里做全职太太，而新手妈妈在职场上容易受到不公。他改变不了这个社会，但他能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让我重回职场，站稳脚跟。老婆，你用命生下了我们的小公主，我只是当几年全职爸爸，哪里委屈了？更何况按现在形势看，还是我再入职场更容易，就是要辛苦老婆努力工作养活我们这一家了。我爸妈是享受主义者，照顾完我的月子后就出国旅游了，所以那时家里只有我和徐胜，牺牲一人来照顾女儿是不得已的方案。原本我以为留下的是我，或者徐胜根本坚持不了多久，毕竟全职爸爸比妈妈承受的舆论更多，更让人没自尊。没想到他一干就是4年，直到女儿上小学，我当上副总裁，他真成了我最坚实的后盾。如今他重回职场不久，职位和待遇确实大大不如我们都没多说什么。没想到婆婆是第一个戳老公痛处的人，这一刻我再无法把她当长辈看待了。婆婆却不依不饶，拉着表姐的手大声嚷嚷：兰蒂呀，看看你这城里的嫂子多牛气啊，结婚了不在家里相夫教子，还出去抛头露面。表姐则故作夸张地接话：姨，您开玩笑的吧？哪有女人在外工作，男人带娃的？这做法不得被别人笑话死，让人戳脊梁骨。婆婆和表姐阴阳怪气的话把我气笑了。现在的社会给了女人学习和工作的权利，是为了让她们有光明的未来，而不是缅怀腐朽的过去。如今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创新，却还是有人固步自封。但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生而为人，不应被定义。我扬起一抹浅浅的笑：妈，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这有的人相夫教子，是因为他们就会做这一件事，没有选择。我要是没有工作，就没人还房贷。妈，
您和表妹也只能回老家了。而且真强者不分男女，住在这里的不少都是女强人。表妹，你还是注意点吧。我的回答直接对得二人哑口无言。婆婆穿的衣服，坐的豪车，全部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若是我辞职，等老公干到我的位置，最起码要3年，他们恐怕根本等不起吧。没办法，这就是经济独立带来的底气。真正强大的人是不会被重男轻女思想所打败的。张兰娣听我的话后，一时间愣在了原地。或许我的强大出乎了他的预料，最后那句话更是吓到了他。他敢扑我，是觉得我只是个儿媳妇，斗不过婆婆，根本无所畏惧。但一遇上其他非富即贵的人，他就会欺软怕硬，收起所有的脾气，随便的恐吓都让他自乱阵脚，生出退缩的意图。张兰娣见我油盐不进，转而一脸委屈，眼泪汪汪地看向徐胜：“表哥，你看嫂子这伶牙俐齿，哪有个媳妇的样子？也不知道谁惯的，怎么有人会蠢成这样？”我看到老公脸色刷得黑了，他咬紧牙关，强压着不满：“我惯的，你有意见吗？表妹，你来家里做客我欢迎，但要是对我媳妇不尊重……”老公顿了顿，继续说道：“不好意思，我家不欢迎你。”张兰娣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她这么嚣张的婆娘，表哥，你竟然还维护她？这种女人在以前进猪笼都不够。她不可思议地睁大眼睛，不敢相信老公竟然会维护我。我猜在她接受的教育里，男人贬低甚至殴打女人才是正常现象。可惜我老公是恋爱脑，在他眼里我最重要。你再说我媳妇一句，行了行了，都是一家人，别斤斤计较。圣子，你赶紧的给兰娣安排个房间。婆婆赶忙打圆场，打断了怒气冲冲的老公。她是铁了心要把张兰娣留下，老公却还想不依不饶，堵着路不让表妹进屋。算了，老公，我一把拉住了她，示意她让一步。婆婆一看就是有备而来，不达目的不会善罢甘休。而且这个张兰娣看我老公的眼神也十分奇怪，不像是在看哥哥。好奇心驱使我让她留了下来。张兰娣搬进来以后，果然不老实，不是整天嫌弃我不着家，就是和婆婆一起挑我的错处，但我却全都忍了下来，只是一直护着女儿，不让他们伤害瑶瑶。结果我意外被安排出差，不得不离家，只能让老公和这2人周旋。他也努力做到完美，不仅女儿的事全都亲力亲为，还避免女儿和婆婆的接触。或许是因为有外人在，我和老公都在尽力维持这个家的和平。但是作死的人不会收手，家庭里的矛盾是枚定时炸弹，随时都能炸翻看似平静的生活。直到我出差早回来，这个炸弹彻底爆发了，家里空无一人。我就洗了点车厘子，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婆婆刚好领着徐腾回家，她见我一个人，立刻拉下脸，吃，整天什么家务都不干，还好意思躺着。这话让我不得不坐起身，咬着车厘子，含糊不清地回怼：“我为什么不好意思？这水果是我自己买的，不干家务还不得怪您私自辞保姆吗？”提起这个我就生气。原本婆婆说辞保姆是气话，没想到她真背着我，用我老公的电话打给了保姆，羞辱辞退人家，让我不得不赔了一大笔补偿金。你别一口一个你赚的钱，嫁人了你所拥有的都是丈夫的，就连你这套房子也该是我们老徐家的。婆婆的这套理论直接让我怀疑是不是穿越到了古代，不然有点脑子的都不会这样说。您这话可厉害了，
法律都规定结婚后的财产是夫妻平分，您这直接把他干翻了。还有这房子是我嫁妆，您张口就给我吞了。哪怕搁古代，你都是头一份儿。古人还知道，宁愿饿死也不打妻子嫁妆的主意。您这花我的钱还指责我，您这脸皮真比城墙厚啊！你！婆婆被我气得说不出话，刚想给我一巴掌，就被她金孙打断了。我要看奥特曼，看动画片，快把遥控器给我！熊孩子不管不顾地扑上来，直接抢走了我手里的遥控器，还踹了我一脚，大喊着让我把车厘子和沙发都让给他。婆婆则在一旁看热闹，不住地提醒我徐腾是个小孩子。笑死，谁还不是个宝宝了？一个不尊敬长辈的熊孩子，我凭什么让着他？直接夺过他手里的遥控，一脚把他踢下了沙发。你不是喜欢强取豪夺吗？巧了，我也是，咱俩不如就比比谁更狠。我笑眯眯地自上往下俯视他。婆婆看到我这样，立马想起了当初我拿刀砍人的样子，赶紧跑过来抱住他宝贵孙子。但徐腾还是不死心，他挣脱开婆婆，直接把果盘打翻了，车厘子滚了一地。他扬着下巴，嚣张地指着我：“你个外姓人，凭什么管我？告诉你再凶我，我就让奶奶和姑姑一起打死你！还有你那个小赔钱货，就和这果子一样，都只配被我踩。”徐腾的话就像道晴天霹雳，我的脑子都是他那一句小赔钱货，被他踩，什么意思？所以他们私下里虐待我女儿吗？我立马抽出手机查看监控，女儿出生后我就在家里安了监控，目的就是怕保姆阳奉阴违。幸好她做得不错，我就把屋内的监控关掉了。现在张兰娣一来，我又打开了监控，婆婆见我竟安了监控，一下子慌了，手舞足蹈地来抢我手机，被我轻松避开了。倒是婆婆直接闪了自己的腰，开始嚎啕大哭，熊孩子也被婆婆带着大哭。我根本没心思理这对祖孙，快速翻看着录像，直到女儿的哭声传出，我才待在原地。视频显示老公出门了，女儿则独自在客厅看电视。徐腾跑过来和她抢遥控器，结果女儿没抢过他，被挤下了沙发，只能坐在地上哭。婆婆见了，就和张兰娣一起教育她：“哭什么哭？你个女娃子让着弟弟不是应该的吗？你个赔钱货命够好的了，我和你一般大时都会做饭了，哪敢和弟弟抢东西？要我说，你就是欠收拾，迟早都要嫁出去的玩意儿，凭什么和我孙子争？”两人一人一句，惹得我女儿哭得更大声了，上气不接下气的，断断续续地说：“我不是赔钱货，爸爸妈妈说了，我是他们最珍贵的宝贝，女孩子才该被珍惜。”这话直接戳到了婆婆和表妹的痛处，两人对视一眼，上前把我女儿推倒在地，一边揍一边骂：“你个小赔钱货，还敢顶嘴！现在你爸妈不在，我们就好好教你什么是规矩。”他们甚至让徐腾坐我女儿背上，大喊着骑大马。看到这儿，我已经气得浑身发抖了，直接拎起徐腾，啪啪啪就在他屁股上扇了几巴掌，疼得他哇哇大哭。可我还是不解气，气冲冲地找了根钢棍，刚要和婆婆算账，老公就带着女儿回来了，他的身后还跟着我爸妈和张兰娣。前几天我只是随口提了一嘴，婆婆住我家里了，我爸妈就火急火燎地回国，生怕我受委屈。一看见他们，我心口几日的憋屈再也压抑不住，没等我哭诉自己的委屈，婆婆竟一把推开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恶人先告状，亲家母，看看你教的闺女哎，不仅在婆家好吃懒做，还顶撞长辈。
我教育自己孙女，她跟疯了一样，还拿个棍要打人，真是丧尽天良嘞！婆婆理直气壮地颠倒黑白，扯着嗓子嚎哭，输出优美的非遗文化。张兰娣见状也跟着喊，而我妈直接懵了。她一个人民教师，哪见过这场面？倒是我爸立刻反应过来，笑着让我妈带瑶瑶回屋，转头对着打滚的婆婆厉声道：“亲家母，我闺女从小知书达理，不可能顶撞长辈，除非那人先欺负我姑娘。再一个，我闺女是公司副总，年薪7位数，这叫哪门子的好吃懒做？还有这棍子。”我爸接过钢棍，径直来到我家电视机前，狠狠地砸了下去。是把这玩意砸了的，为了一个破电视就敢搞重男轻女，欺负我孙女，这种祸害就该打个稀烂。我倒要看看没了他，谁还在打着教育的幌子欺负我孙女。客厅里碎片横飞，危险四溅，我却一点都不害怕，眼里满是这个为了我不惜和婆婆对立、疯狂砸电视的年迈父亲。他为了不让我背上不孝的名声，自己扛下了一切。疯子，疯子，你们一家都是疯子！婆婆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她让张兰娣推开大门，躺在地上开始撒泼：“我不活了呀！儿媳妇要做婆婆，娘家人要砸房子了，离婚，离婚，必须离婚！这种疯子人家，我们老徐家要不起。”老公手被掐出了血，他红着眼，深吸一口气，哀伤道：“如果我说不呢？”婆婆震惊地看着她，这种连个男娃都生不出来的女人，你竟然还舍不得？你脑子是被驴踢了吗？离了他，什么女人找不到？老公收起失望的眼神，神色锐利地盯着婆婆：“我只要琳琳，好好好。你真是被下了迷魂汤了！我告诉你，徐胜，今天这个家里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自己看着办吧。”婆婆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好像笃定了老公不会抛下她。这次她要失望了。老公狠心地闭上眼，甩开了婆婆的手：“那您就搬走吧，我给您租了个房。”两室一厅，小腾和表妹也一起搬过去。每个月我还会给你们打2万的生活费，算兰娣的保姆费和妈你的赡养费。这下婆婆傻眼了，她开始不情愿的大闹，拉着徐腾在门口大喊：“要死了！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被小狐狸精迷得连老娘都不要了！大家快给我来评评理呀！”然而他和熊孩子耗了半天，也没一个人开门看热闹。早说了，这是富人区，讲求都是一个利，没人会花时间在别人的闲事上。这时我妈牵着瑶瑶出来了，她拿扫帚提着3人的行李，直接扔出了房外。她激情开麦，2个9年义务的漏网之鱼，嘴比老太太的裹脚布还臭。你自己还是个女的，凭什么嫌弃我女儿？拿着行李马上滚出我女儿的家，不然我就告你们虐待儿童，坐牢还是搬出去。李素兰，你自己麻溜选吧。啪的一声，他们就被关在了门外。世界一下子安静了。母亲的撑腰，父亲的保护，还有徐胜的支持，都成了我最坚不可摧的武器。我牵着女儿，抱住了手脚冰凉的老公。这一刻，我真感激我的父母，是他们给了我造了一个超越性别的公平世界，供我读书，支持我工作，甚至让我超过了《简爱》里的主角，实现了灵魂与身体的双重独立，才在婚姻这个染缸里有了全身而退的能力和进一步的勇气。读书和经济独立不一定能让我们跨越阶层，一飞冲天，但给了我们对抗生活的勇气。实力才是话语权的源头。婆婆离开以后，我们家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老公重新把精力投入工作，而我则减少了工作，重新雇了个保姆，
和她一起照顾女儿的衣食起居。婆婆的话虽然蛮横无理，却有一点可取，那就是工作和家庭相比，没有孰轻孰重。工作可以无限延续，可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我已经错过了很多，不想未来有一天女儿回忆童年，发现满是遗憾，更担忧婆婆的行为会给女儿留下阴影。可奇怪的是，自他们走了以后，女儿竟然变得比从前粘人了，时不时的就向我撒娇，还抢着要帮我分担家务。我以为是她长大了，直到1周后，我带她去爸妈家，才知道了真相。妈妈，你什么时候接弟弟回来呀？女儿水灵灵的眼睛盯着我，满脸不解。我疑惑道：你很喜欢弟弟吗？上次他那么欺负你，你不生气吗？女儿却一直沉默地盯着我。宝贝儿，直到我再也忍不住，伸手要去戳戳她脸颊，她却吓得一声尖叫，哇地开始大哭。妈妈，别不要我，我是真心想要弟弟回来。听到她的话，我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但瞥到女儿瑟缩的样子，又勉强挤出一抹笑意，柔柔地把女儿搂入怀里。瑶瑶，你和妈妈说说，是不是有人和你说什么了？妈妈是绝对不会抛弃我们宝贝的。我的温柔或许安抚了女儿，她慢慢平静下来，紧紧抱住我，小声抽噎。是奶奶说的。奶奶说我以后会被妈妈嫁人，没有家还会被人欺负，只有对弟弟好，长大了爸爸妈妈才不会不要我，也不会被人欺负。妈妈，我以后把玩具和电视都让给弟弟，你不要丢下我好不好？瑶瑶真的很爱爸爸妈妈。听着孩子带着哭腔的祈求，我心里狠狠一酸，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我这个妈妈到底是有多不称职，让自己女儿竟然会害怕被抛弃。这一刻，我杀了婆婆的心都有了，管她婆婆还是长辈的，我只知道谁都不能伤害我的女儿。孩子就是一个妈妈的命。那宝贝，你是怎么和奶奶见面的？平静下来后，我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现在孩子都是我和老公亲接亲送，婆婆应该无法接触她，那她又是怎么对瑶瑶洗脑的呢？是蒋姨姨让奶奶进屋的，姑姑不让我说。女儿怯生生地回答，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珠。孩子的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新来的保姆竟和张兰娣认识。这时我立刻想起了独自在家的老公。同一时间，我的手机响了，竟是警察打来的。一股不好的预感从心底腾升。赶到警局后，我听了一个十分狗血的故事。婆婆觉得我老公不听话，都是受了我的教唆，就决定让张兰娣勾引我老公，就趁着我和瑶瑶不在时，联合保姆给徐胜下了药，希望再怀一个孩子，这样我就会有危机感，最好是男孩子，这样我老公就不会在乎丫头了，老公也会对他们言听计从。至于我，因为当初我生陆瑶时大出血，不得不切子宫来保命，也就是说，这辈子我只会有瑶瑶一个孩子了。婆婆也是抓住了这一点，因为孩子我无法和徐胜彻底翻脸，再加上我是独生女，一旦张兰娣成功了，她就能一箭双雕，收获好儿媳的同时还能吃绝户。不过算盘她注定是打错了，当初老公知道我不能再生育以后，就偷偷地去做了绝育，美其名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傻得让人想哭。你老公为了抵抗药性，拿水果刀刺胳膊，保持清醒。嫌疑人受了惊吓，没再继续实行罪行，徐先生才有机会报警。经过允许，我们已经调取您家里的监控，确认了张女士已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和入室盗窃罪。审讯室里，
我听警察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震惊到大脑空白，但潜意识地追问：那警官，我老公现在怎么样了？您请放心，我们已将徐先生送到医院治疗，没有大碍。倒是张女士被徐先生正当防备的一脚踹成了骨裂。听到警察的回复后，我才松了一口气，胸口的大石稳稳落下。老公虽然没吃亏，但不知道他的脚疼不疼。可很快我就发现另一个疑点，不对呀，张兰娣和老公是有血缘关系的，婆婆怎么会撮合他们？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另一个案件。警察同情地看了我一眼，我们发现徐胜先生并非李女士亲生儿子，因此我们怀疑李素兰女士涉嫌人口拐卖案件。我们这边还需要家属配合调查取证。警察的话像一道惊雷，劈得我外焦里嫩，直到浑浑噩噩地来到医院，我的脑子里还在循环播放张兰娣的口供。村子里的人都知道徐胜不是姨亲生的，那时候计划生育，原本是要买个便宜丫头，长大后换彩礼。谁知道那人牙子太精，把病恹恹的徐胜打扮成女娃，卖给了姨。所以姨一直恨表哥，这个真相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可我更担心老公的承受力，于是我把女儿交给爸妈照顾，自己在家里陪徐胜。卧室里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酒瓶子，房间里充斥着刺鼻的酒精味。徐胜颓废地坐在角落里，直到我走近了，他才仰起头搂住我，毛茸茸的脑袋埋在我的肩头，呜咽着痛哭。老婆，你说我是不是真是灾星啊？不然怎么所有人都不要我了呢？看到这样脆弱的徐胜，我心阵阵地抽疼，轻轻地揉了揉他的头发。谁说的？不是有我陪着你吗？从15岁到30岁，我的选择一直是你，还有爸妈和瑶瑶，我们都是你的亲人。初3那年，我第一次遇见徐胜，他被混混堵在巷子里。那时他已经被婆婆折磨得不成样子，满身伤痕，瘦骨嶙峋，破旧的校服空空荡荡的。可即使4、5个人围住，他那双眼睛却璀璨如星，那种不服输、不低头的模样一下子吸引了我。直觉告诉我，这个男生绝非池中之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帮他赶走了混混，还答应资助他生活费。徐胜没有拒绝，他目光复杂地看着我，说了一句让我难忘至今的话：我不会让你做赔本生意的。明明只是一个小小的善举，竟被他曲解为交易。那时我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只是浅浅一笑就离开了，根本想不到他后来是如何努力才和我考入同一所大学，又是历经多少困难才融入我的圈子。但我唯一能肯定的是，他做到了自己承诺，把自己作为最好的回报，用一辈子还了这份债。徐胜突然开口：琳琳，如果我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你会支持我吗？当然，我会支持你所有的选择。我认真地回答。我低着头，抹去了他脸上的泪痕。不准哭了，为这种人哭不值得。要是真想哭，就留到晚上，流幸福的泪水。我故意逗徐胜。徐胜，他抬起头，肩膀随着抽噎还在不断起伏，却还结结巴巴地说：你胡说，明明哭的就不是我，而且老婆你不会嫌弃我吧？我保证没让那女人侵犯一点。老公表现得像成功被我转移注意力，但我能清楚地感知每一滴眼泪悄无声息地藏进他心底的模样。这一刻，我们是共情的。婆婆被判刑的那天，只有我陪徐胜去了。张兰娣因为贪心，还联合保姆偷了我许多的首饰，涉案金额巨大，直接被判了8年。被带走时，
张兰娣不甘地大叫：“不，你们不能抓我，我都是按婆婆要求做的。儿媳听婆婆的话也错了吗？”婆婆则因涉嫌虐待儿童、拐卖等罪行，被判了15年，估计这辈子都难出监狱了。法庭上，她还不死心，对着老公疯了般大骂：“要不是有警察拦着，恐怕能拿刀砍人！你个拎不清的白眼狼，被女人牵着鼻子走，迟早不得好死！你个祸害，我就该在30年前直接掐死你！你就是个灾星，克人克己，活该被亲生父母抛弃！”一大堆不堪入耳的话在法庭上回荡着传开。我试图去捂老公的耳朵，被他躲开了。他缓缓站起身，平静地看着婆婆，鞠了一躬：“你虐待压榨了我30年，我应该恨你。但是我现在有了家庭，也当了父亲，我要给女儿积福。大哥在世的时候对我还不错，我会把徐腾养大的。这一鞠躬，就当感谢你让我活下来，遇上我老婆的感谢。从此你我情义全无，死不复见。”我怔怔地望着徐胜，发现他平静如水，才惊觉他真的放下了。走出法庭时，爸妈牵着瑶瑶正朝我们走来。“爸爸妈妈，瑶瑶好想你们呐，你们以后别再丢下我了好不好？”“好，以后咱们一家5口再不分离。”我和老公相视一笑，骄阳之下，岁月静好。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